主要还是那波下路的支援，对，直接让小棒起飞了。AG 败方选蓝，狼队后续鲁班大师得 ban 掉了，看杨戬放不放。朵利亚用过了，直接 ban 掉。鲁班大师，公孙离。 就觉得少司元放出来了，防了一手。对，一楼在不拿公孙离的情况下，怕狼队这边出一手公孙离加少司元。杨戬今天就尽量就别放了吧，我觉得这两支队伍打。狼队第一把活物用过了，看 AG 这边要不要先拿沈梦溪。没人能在喵的暴躁节奏里战胜本猫。强度拉起来了。狼队这边要不要补一手张飞？ 乾坤倒空空啊，有可能出唯一老虎或者狂铁啊。献花，现世惊奇，震惊长安第裴擒虎一城。先给小胖拿， FMVP， 这样的话，终于要不要把大爷也给点出来？他们这把是有胖虎来了，大司命加少司元的。司命者，当无情，不要凯，有情即灭。少司元吗？ 长城在，直接苏烈，故乡就在。先把大帅的英雄提上来，他没有选择凯啊，这个对抗老虎的点。觉得还是有沈梦溪在前面撑着。今天的两个苏烈都很猛。对，祈求夜晚的神。今天的两个苏烈，一个是苏烈王一生，一个是刚拿完国服的大帅。是的，几乎这一个月每天都在苦练苏烈啊。嫦娥。 又是嫦娥，他上一场比赛也用了嫦娥，感觉最近应该是有多练这个英雄，但是在上一场比赛的嫦娥表现其实是不太好的。这个直说啊，上一场比赛的这个嫦娥表现有点稀薄，存在感。看一下后续的班位，狼队这边是搬了一手司空震 ，AG 这边是搬了一个袁摄，达摩用过了直接处理掉。这把其实两边得抢夏洛特这个点。 还有狂铁其实都在哦，蒙恬，但狼队这边其实可以，如果不搬的话，4楼可以直接抢的。蒙恬是怕狼队这边是狼第一手先排队喜欢的，但我觉得你蒙恬都搬了，狂铁没道理给吧？夏洛特，哇，今天两队都在第2轮班位上面疯狂的针对对抗了。你不选呀？你前面拿不了吗？第2轮不就猛搬了？就射手的，就算放出来。 很多给你，你也决定不了前面的一些节奏。是的，就这两个队伍打的话，其实射手基本上就搂后期为主。对。但如果前中期我就已经拿出优势，这两支队伍都有很有杀死比赛的能力的，他不跟你拖，所以你射手拿什么其实真的不是很重要。特别是在你前3楼不出对抗的情况下。是的。戈亚，那这把狼队要提速啊！狼队要做个 counter pick， 而且选戈亚的话，把对抗路留在了 counter 位。 但整体的狼队这边还是要偏进攻一些。还是那个问题，对抗路剩的英雄本来就不多。对。AG 这把射手也是没人管。苍还行，挺灵活的。但是这样后续少了一个打公孙离的点。这把其实不太有人保，但是自己可以自保。关羽。那狼队5楼大概率是一个技巧满。不然狼队。 可能在没有技巧满的情况下，他自己4楼也会把关羽给抢了，所以说他选择5楼把对方留在康特位去针对一手。啊，其实赢也不错。关羽这把其实感觉没那么好的发挥，那感觉又是个胖子，如果是那样的话。看一下这个康特位，这把说实话，其实关羽没那么好发挥的。 戈亚大招，嫦娥一技能留个定，空空儿的一个控制。最简单的方法是技巧满。对。技巧满，点对点的针对。这把看小胖一会儿出什么刀吧。但这局 AG 的前期对抗强度就要拉上来了。主要是双前排的
坦度加沈梦溪前中期的一个优势主。要是沈梦溪，就是对，嬴政这个英雄吧，就是长生呢，在他手里，这英雄我觉得主要是上线就那样，这英雄很难打出什么特别的东西，就他也很难影响什么局面，他属于很平稳的一个英雄。换句话说，在中单英雄里面算是可能相对比较无趣的一个英雄。那沈梦溪他对于局面的控制力就要强很多，他能够自己主动去带节奏他。能做很多事儿。对，加上这把，其实狼队这里也不是什么张飞这样类型的英雄。这把两边就要拼进攻了。一生一生啊，传送。看一下一级两边的一个开局，其实都可以稍微去布置一下。一边裴金虎可以抢草，一边关羽可以抢草。这个中草肯定是要抢，对看渲染开不开疾跑。感觉 AG 大概率是会去抢中左说，偷偷去反一组山豪，看小胖交不交这个城。不交的话就山豪中线开2级，如果小胖交这个城，可能直接就进红了。这是 AG 比较喜欢的一个打法，特别是他们在有一场我记得大帅拿苏伊的时候，中路也是个沈梦溪，就直接大帅闪现过去敲对面的打野。给打野和中单拖延时间，就是我记得那句，但凡慢1秒，那个红都反不下来。对，就是拖延时间。对面就也是裴金虎，我印象里。不知道这一把会不会复刻那把的开局对，但一定有防备，我觉得。就这个肯定狼队会有防备的，但那局我印象特别深处，就是对面也是老虎，这 AG 就是特别猛。当时但凡慢一点点，那个老虎升2的，就直被留住，直接能逞了。是的。期待一下这把的开局，肯定一局有点是的。就沈梦溪加苏烈。太顶了呀！这么说，这把两边这个阵容一级，你说平稳的也去正常开，不太可能，不可能，多少得摊点。来了，双方的第2局，蓝色方成都演唱会，红色方重庆狼队，比分0-1。请做好准备。应该是都要去抢中左。渲染没有，小胖很稳啊，直接防守站位了。渲染没有极致到开个疾跑冲过去。关羽看到了。红后有人，马眼亮了。一生，狼队这边应该意识到了，直接让龟息帮他提速。是的，把红 buff 给秒了。这样的话，关羽清线看到机械曼没露头，两边辅助碰到了，这边看到机械曼没露头，索性也不浪费时间了，直接回自己家野区了。互相其实都猜到了，对，知道你在哪，就是彼此地方上什么都看不到。对，但一看上线的情况，就什么都知道。是的，小鱼这边是被偷了一个攻速键，时间还是比较久的。发现了嫦娥的一个位置，血掉的有点多，直接把子桓的闪给打出来了。这个还要吗？大帅这边是可以直接卖被动的，打得很凶，他自己血量也下来了。沈梦溪的状态是很好的，大帅顶过去，红粉吃掉，被小鱼收下。长生其实第一时间没有着急露头，他是在等嫦娥过来的时候打了嫦娥的一个血量，直接逼了一个闪。中医这波在吃播中，小胖已经刷了蓝过来反一组小野，家里面蓝区有2个小野没刷，打了一波时间差，因为前面两边在发育路的逗留时间太久了。对抗路其实应该没太多的镜头，应该也不会太碰撞，都在等打野帮他们去拿这个空间之灵。就虽然胖皇说过关羽好打纪晓满，但我相信你连归期都不认可。是的，不然也不会拿了。顶回来。等一下，这个位置很尴尬，小胖被斩了，一血被小鱼拿到，再往前跟一下，差点有狼，风萧也掉，再往前咬，怎么突如其来的一波？还要越吗？再顶一下，顶过去，往前追，感觉也不好走。龟息这边直接传下来，换位拉扯，龟息下来保一下，要不要越？兵线在这儿，感觉高低，不过有个满血的龟息在这里，一时间下不了手。大帅被盯到了，没被动，直接被带走。哇，这传送很关键。这波应该是大帅的一技能3段加闪现，直接把小胖给顶回来了。后续是配合队友完成了一波收割。是的，不然不会一回头已经在塔里了。对，等会应该有回放。这波顶很关键啊，断了一波小胖的节奏。但小胖刚刚是应该复活之后，立马直接来到对抗路，吃了一波钱，得弥补一些经济的损失。正好危机传下去了嘛。对。再刷红区，没推到。是一个侧推，好在4分钟的梦龙团，关羽大招能赚好。但这一把的中野的大司命也有点像上一把的小胖，肥啊，都是前面拿完一个头之后会有几百的一个领先。是的，再压
风萧这里压力好大，小鱼这边打得也很凶，因为前面也是拿到了一个头。小鱼应该第一把打完能放松一点，第一把感觉打得有点紧绷。看一下这波，到这儿还一切都正常。是第一个一技能打完，小胖还离防御塔很远。而且大帅这边还被偷了个鞋子。看这波，应该要叠被动了。大帅1、2，哇，拍！这边是小胖自己有点靠前，想打小鱼的一个状态。是的，按理来说其实不应该的。不是他可能被大帅的血量麻痹了。对，或许是被中艺这边的技能给烫死了。这就是大帅啊，灵光一现的操作。一般来讲，这个血量就不这么干了，还真敢来。他刚刚应该是，等会儿啊，等一下要抓一下，兜出来了，扑上去，咬过去，没了。上头了呀。4分钟的节点，但中艺这边看能不能把暴君给拿掉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就是放龙打你一波。刚刚其实，在大帅的那一波，应该是他卡了个视野，我们上帝视角可能觉得他是一个正常的闪开。啊，这闪开已经不正常了，这闪开已经很细了。刚刚在上路是抓了一波关羽啊，小胖应该也是那波之后把鞋换了。但这波就算拿了一个头，还是没有追上，把经济给追上，差了中艺500。整体狼队的经济是落后了1000，换半区了。那这波小鱼其实得小心一点，苏烈在上面漏视野了。医生这边也过来协防，直接给塔里压力。一位置4个人，月直接拍起来，然后怼到墙上带走，顶回来，再回头找归期的麻烦，送出塔，交闪拉扯，还在追，一刀下去。这波狼队打3线了呀 ！AG 这波是打半途的，奔放了。而且这波又是大帅的一个主动出击。现在我们这种强度上来的比赛之后，你只要一打3线，秒出世。对，正面一定会开你的，就不等。对，3线的那边一定要放一路线，不然就会形成这种局面。在 S5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。两波打完，就剩打野位经济还咬得住。我下一波河道视野的话，其实大帅这边没闪了之后不太好站，空旷这边还是可以稍微去站一下的。而且小胖这波还把经济给追上来了。但狼队现在面临一个问题，谁来去做这个重伤？哎，这是个好问题。纪晓满很难做，老虎这边也做不了，嫦娥就只能看这个大棒做不做了。格亚这边也做不了，得做吧，嫦娥。他第一件补的是血书，这个梦魇其实一定得出啊，没人能做，不然要期待一下，不然这个大司命在打团里面很能回。而且中艺马上不死鸟，得加快点速度了。中艺在中路位置实现的频率非常高。这一波是打半途了，但是蓝 buff 刷新了，大帅这边开了个本朗，没开到，距离不够，反应非常快，逮不住。那这波狼队的蓝区是能守的。其实只要两边没有刻意的去打3线，正常的还是那种你来我往的对抗。但是这把在打野位拉不开经济的情况下，小胖反超了一点啊，但不多。他前面关键是一直在偷线，小鱼经济可是比风萧高不少，而且格亚本身就是后期的输出没有那么顶，高了将近1000。找中艺，中艺这波有点小脱节，做但是伤害吃的有点太多了，又被定身了一下，但定身伤害不够，没有斩掉。大帅这边进来找射手顶到墙上，但伤害不够，长生补了一段，再顶回来，一闪拍一下拉没开，断，还想再拍。大帅这里队友能点灯，接起来了，这波就是前面刚刚说的没有这个重伤啊，打不动啊。血回了很多。但在没重伤之前，还要选择去硬接团战吗？刚刚本以为中艺是一波脱节，就是凭借着自己的经济优势，硬把血给抬了上来。其实是有点脱节，对但是只要死不了就不算脱节。等到了队友的一个支援啊。刚刚也是大帅在拍的空中被动被打出来了。而且就是这一波打完之后啊，小鱼的经济跟风萧应该彻哇，底拉开了。小胖越过了中艺的身体，找到了长生。铁砂爆弹再一盖，还要打吗？原地做了个大，但做的效果一般，没做到人。哇，这波小胖的目标太清晰了呀！小胖跟上把一样，就不管越过大司命找对方的神魔系，直接一口咬死。
我该打还是打，局面怎么样跟我没关系。他知道他现在的装备是不足以去打动这个大司命的。但他有钱，他打得动别人。对，就是前面在这波团之前，中艺是因为整个狼队没有梦魇，第一时间打不动，解决不了。但小胖在刚才那波之前领先中艺将近400块钱，这波打完领先了将近800，但是在射手的对位上，小鱼领先的风萧将近1500。现在狼队的破局点只能看这手裴景虎了，而且子焕刚刚也是做出了梦魇，顶回来没顶到。不知道中艺能不能看到，他要这波红小心一点得帮着裴景虎守一下。炫了一下留人，那上海第一时间不知道能不能跟得上。侧面老虎到了，红 buff 保住了，教了很多的大招。找中艺再上来，这波回不动了。踩一脚，3个人中间炫一下，并回顶甲定两个找到了小胖，这波也非常关键，又打到7寸上了，两边你追我赶。轩辕也是在这波团之前做出了自己的兵甲，2技能进场之后踩了一下，电了一下，回顶一下，这相当于是打野的一波1换1，针锋相对，中艺倒一次，小胖就得倒一次。而且刚刚是在中艺在龙坑拉扯的时候，子焕的这一定也很又来关键，，嗨起来，炸一找医生手，一胜没顶住直。接被点死但是，大帅这里有被动，能站起来，小鱼追着输出，但自己可能要吃伤害了，被龟奇找到，但渲染又从侧面直接杀了出来，不管硬杀，强行带走再拉开，这波没办法了，纪晓满对于苍这种太好切了，就真的精彩，你交闪我交闪对，2-1的伤害是稳定的，但是真的精彩。是的，互有博弈。马上10分钟，经济差就1000，一波团战的事，龟奇这里渲染你动一波，那我必须也要动一波。谁还不是个切边？第一条暗影暴君，这波是小鱼不在的，狼队可以直接动龙，但中艺这边毕竟是大司命，要不要试试抢一下？但一生在卡位置放了放了， ，10分钟之前又是一波吊点啊，被狼队抓住了。小胖的经济还在扩大。主要其实现在中艺不能随便的像前8分钟那样去卖了。那波首先红被打完应该就知道了。对，因为首先子焕这边做了梦魇，而且现在小胖的经济是比较高的，小胖的经济现在是领先了中艺的大司命1500。看这里啊，小鱼侧面藏草出来，配合到大帅。是拍到了空儿的本体，是的，两个人的默契还是出来了。这个时候想接他，龟奇出现了，这波是龟七的预判，他预判了小鱼会往后闪，直接1闪往后砸，对，砸到了小鱼闪的落点，大心脏，然后就跑不掉了。对，2-1是必中的嘛，强点中一，现在其实中一有点扛不住，借花献佛，是真的快啊！就刚刚回放了一下，是刷了将近1000的经济，本来他是9000的，但是分秒必争啊！小胖真的是1寸光阴1寸金啊，他每秒都在刷钱。有点夸张的。这句话不应该这么理解，但在他这儿真是这样。是的，现在中艺不能吃到嫦娥的1技能，颠倒感觉一套直接秒了。大帅是卡了一下位置走了，而且中艺现在会被空环给偷装备，龟奇补了双穿，直接动龙。这波 AG 其实不太好看啊，硬接的话嫦娥可以留一个技能直接控一下，定到了苏烈。压了一下状态，终于一个人往前挤，苏烈挤不过来，苏烈跟进来，被空这下环断了一下拍的效果一般，要反打，那边被动完之后，龟奇直接被小鱼配合着秒掉，然后紧跟着2连击破医生也没再回推，闪现调位置，一刀劈下去，这一波 AG 是打了一波0换3，这波龟七有点着急了呀。进其实太快了，在第一时间空环逼出了苏烈大招之后，他们可以稍微拉扯一下，太着急去切 C 了。但是 AG 这边这2个兵甲就效果很好，对，进来直接控你一下，这样的话，第一条暗影主宰可以被中艺收下，局面又反转了。小玉也是做出了自己的逐日，一颗雷，逐日开起来点高地，应该能拆掉，没问题。龟奇现在的优点是他的开团属性非常好，就开团成功率包括开团时机抓得非常快，但有时候可能因为真的执着于想开，有时候上的有点着急，就有点像上一把达摩10分钟的那一波。对。
这样的话，其实狼队这边唯一高的经济点就是小胖但了。他如果一倒，首先对后排的压制力，小鱼这里就没那么怕。是的，第二点，渲染就跑起来了。而且 AG 把线送到高地塔前的时候，沈梦溪这个雷命中率是特别高的，基本上稳炸2到3个人。一个大招下去正面直接开起来了，再打2又是段，一个个兵甲兵甲跟上，长生先倒，再往回拉。风萧的血量不是很健康，差一下，不过能跟上吗？打不到。空空儿换位，距离不太够了。1换1对于狼队来说能接受，刚刚也是差一点点。这两边这团战都是一触即发。应该是小鱼刚刚在上路交主日的时候，这波 CD 没转好，小胖破军，破军。这个龙的话，狼队应该不会放的。大帅顶到了小胖，但是能跟上伤害吗？差一点。这边拉一波，中义顶住。再摸龙，小胖的位置从侧面看了一眼，这波还是有点危险的。是的，幸好反应快，直接2技能跳出来了。终于下来了。被嫦娥1技能定了一下，有血被魔。尼尔大帅往前挤，但是另一边风萧吃不住伤害，差点被小鱼点死，自己也掉了不少状态。龙拉脱了。其实这几波子焕的1技能定到大司命还挺关键的。在风萧这里每波都很刺激啊，打团的输出环境太差了。他老是被小鱼点，对，小鱼点他太痛了。这波大帅得赶一下小胖的位置，能赶得了吗？差一丝儿，想抢被小鱼拿了下来。但侧面3个人被急火控，反手跟追击，小胖只能跳走。另一边龟姬拆火自己要没，闪现过去跟平 A， 2下3下，再往前飞一段，逼出了闪现。小鱼自信打出来了呀！少了激光板之后，正面就可以直接打凶一点。这把他环境不错，对，因为龟妻每次团战进来之后掉的比较快，这掉了之后，小胖第一时间又扑不进来，那就没人能够给他造成威胁。其实，在这种5-5团的时候，并且人都在的情况下，激光板没办法那么好的直接去切到小鱼的仓，因为进去之后2个兵甲在等着他，对，就会断一下他技能的一个 combo。现在一直是摆开阵型正面打的，龟妻要想把小鱼斩了，其实是必须得万军从中起，敌将受击。是的，得骗一下对方的一些开团的技能，因为阵型不是说拉得很散，战线拉得很长的那种，就全部人都是堆在一起的，抱的都很紧。这一波打完，经济差拉开了4500，而现在狼队这个阵容有点缺输出啊，高经济都在小胖一个人身上。是的，但这样一个老虎在这个时间点做不了太多事情。风萧这波抓了一波机会，偷点了一下大司命。AG 现在也不用着急，把线送进去，等下一条龙就行了。小鱼现在是有钱换复活了，这次换这把也挺难受的，他的几个1技能，包括梦魇，对队伍是帮助挺大的。但是真的拉开这种大团战，现在这么打，嫦娥也很难发挥出特别大的作用。狼队现在得几乎秒一个，然后慢慢往后面去打。但是你正面永远都是5个人、10个人扎在一起打，一起往前面去顶。你没有说你瞬间几乎秒一个然后撤走的这种能力啊！你一打就是千钧一发，所有人都动起来。这把 AG 的打团的阵型报得太好，就说白了，你没有什么去抓单或者散开打的机会。但正面5v5现在不好打。中义这边被拽回来了，但是伤害够吗？2-1再踹一脚，难受。大帅进来补一下，医生只能断。这波又是龟姬抢在他们找机会，差一点点，还是中义这波有个血魔，撑一会儿。打得好急啊！中义也刚刚知道自己的弹度够肉，而且队友其实在中左，可以尝试去卖一下。但关键信息啊，这波龟妻没闪了，小鱼可以稍微打激进一些。侧面想让小鱼把龙给 rua 掉，但是中义第一时间得靠一下。小胖藏在了红背，另一边医生在不停的给视野，渲染也卡在侧面，龙没拉脱，龟妻过去，2个人面对面，小胖这边可以去拼了，面面相觑，动手压下去，龙血5000多，被中义拿到，要往上追着打了，一脚踩过去，4个人正中间再劈一刀，3个人，然后一个都动了一片，再回头跟输出，但是渲染自己被啃掉了。这波垫的不错，但只有他一个人能上啊，队友跟不上，太远了。因为中义的1技能是过了龙坑的墙，这波关羽是从中左直接杀过来了，画面是不错的，开得很好，对，还是有点小脱节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暗影主宰的先锋是能够被狼队给拖过去的，并且本来的5000经济差拉回了3000。这样的话，下波龙团其实狼队可以主动逼，有5秒钟的一个时间差，
看能不能利用起来。试试看，主要他们现在挨大的点是正面这种团摆开了，就是医生的大开一手之后，龟息第一时间就要跟进去。对，这波狼队一看到龟息定也挺难的，这大团战。一定得用龙逼团，在关羽没赶到的时间。哦，炸一下有抢的意思，苏烈过来拍一医生下，拿到了医生反而把龙拿到了。这波对狼队来讲可能是个小小的机会，但自己的血量不是很健康，被小鱼这边追着在射，龟息先走，侧面大司命划一下，大帅带队友往前挤，关羽过来劈一刀没能够劈中。幸好是把龙给拿到了。是的，这样也算得以全身而退。 AG 其实第一时间阵型卡的已经很好了，大帅的苏烈在旁边想去找对方小胖那个位置，这个龙有点惊险的。说实话，这个龙得有3分运气在里面，可能都不止。而且刚刚是轩辕应该是交大招直接赶路，为了去补正面的一个输出，对但差一点点，就那一刀短了一点。那最后龙是不是一生拿到了？小鱼打了65500，是联盟团战伤害的2倍多。这把明显感觉他比上把要松弛。对，主要还是这把英雄来说相对好发挥一些输出。环境其实也好一点。对，因为前面聊了，这狼队这边只能是速战速决。一生开完之后就得龟息跟，但而龟息且应该打特团的时候，别难跟。打团的时候都跟他说了，有2个兵甲可以帮他缓解一下控制。是的，一生的装备啊，冰痕破魔刀末世，好家伙，半个射手。怪不得刚才能抢到，伤害高啊。而且你没看刚才在上面那个龙坑的时候，他快把大帅挠掉一半血。对。长生这边已经神装了，沈梦溪神装，很难见到的。但是在对抗路上，狼队的兵线劣势很大，那这条龙很麻烦。这样其实拖到神装就不好说了。本来 AG 是领先5000的，这波就1000了。先带一波线过来，那这个兵线是源源不断的。但 AG 这波有上路超级兵的优势，所以说比较难受，得多带几波。哦，狼队这边的角色是让医生这边带线，哦，有传送，对，有传送，而且医生这个装备也但中能带，立在动龙了。速度有点快。大帅这个动作卡在这里，让狼队很难受。狼队知道大概率可不太敢打了能龙已经在被打了。看轩辕的绕后位置，子焕闪现已经交了出来，关羽进来多一脚炫起来，回推，但是风萧这个位置已经被长生被和队友带走了，再一拉一斩，一生也没。 AG 打了一波灵皇2，可以尝试打持续吊点。正面团战是真打不过，这波 AG 撤的还是比较坚决的。闪过现2-1，去控一手有，复活再接关羽，长生能站起来。但兵线还没到，是的，可以抢点。上的有点着急。但是风萧还有20秒钟复活，AG 这边是想一波的，下路也有兵线能行吗？苏烈先往前挤， ，B 位置纪晓满进来找后排的位置，闪现小鱼闪现拉开距离，龟息自己有点危险了，再被拍一下。另一边小胖扑进来打出一个复活甲，但自己再被击飞，然后4个人围殴复活甲也要再站起来，一瞬间又被秒一次，兵线往里送，根本不让清线。无坚不摧，然后时间够，21分20秒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完会。但团战是真打不过，这把明显小鱼这边松弛了很多。